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，昨晚没休息好吗？问题是，我昨晚几乎把整晚都用来休息了，可是今天醒来以后，我反而比昨天更紧张。这听起来有点矛盾。你昨晚在紧张什么？傍晚6点多，我收到主管的一条消息，他说明天上午找个时间，我们谈一下今天的工作情况。消息很短，也没有说明到底要谈什么。对，我一看到谈一下，心里就沉了一下。我开始回想今天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又担心他对最近的进度不满意。你当时有没有准备第二天要谈的内容？没有，我本来想先让自己放松5分钟，等心情没那么紧张了，再打开电脑整理一下。这5分钟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我点开一个短视频，看完以后，下面马上又出现一个更有意思的。我告诉自己再看一个就停，等我再次看时间，已经快9点了。从5分钟变成了将近3个小时。中间我还点了外卖，一边吃一边继续看。我到11点才把手机放下，电脑从头到尾都没有打开。那你刷视频的时候，真的有轻松一点吗？有，刚开始的十几分钟，我确实轻松了一些。我不再反复猜主管想说什么，肩膀也没有那么紧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说刷视频完全没用，也不准确。没错，他至少真的让我好受了一会儿。那到了9点以后呢？你还在享受那些视频吗？现在想想，后面1个多小时已经没有多开心了。有些内容我看完马上就忘了，我只是不想停下来，为什么不想停？因为屏幕一黑，那条工作消息就会重新回来。只要继续看，我就暂时不用想明天。所以开始的时候，你是在寻找一点轻松，后来你已经不是在继续寻找快乐了，你是在阻止那份紧张重新出现。对，我不是越来越舒服，我只是一直不让自己回到那件事儿上。所以问题并不是这个办法毫无效果，问题可能恰恰在于10分钟以后你就不那么紧张了，所以很容易只看见这一部分效果。不舒服的感觉一下少了，我就很容易觉得这个选择做对了。而且那份轻松马上就能感觉到，第二天的代价当时还没有出现。人当然更容易相信眼前已经发生的事。是你当时能看到的是心里没有那么慌了，你看不到的是准备时间正在一点一点减少。所以我太早给这个办法下了结论，刚舒服一点就认为问题已经处理好了。我们可以把昨晚的结果分开看。第一个结果是10分钟以后你轻松了一些，第二个结果出现在几个小时以后，你没有准备也睡得更晚。还有第三个结果，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就想起那场谈话，那时候离上班只剩1个多小时，我比昨晚更慌。同一种做法在不同时间产生了不止一个结果。而我只看了最先出现也最舒服的那个。今天的谈话后来怎么样？主管先问我最近的进度为什么慢下来了，他又问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。我脑子里其实有很多零散的想法，可是我没有整理过，只能先说没什么。这就是第二天很具体的代价，不只是你心情更差，你原来可以说明困难，提出问题，后来却没有准备好怎么说。对，我不是被主管责备了，我只是错过了一个本来可以把困难说清楚的机会。这样看，昨晚有没有舒服一点，就不能回答全部问题。还要继续看舒服，以后发生了什么？那场谈话变得更容易面对了，还是更难了？没错，紧张减轻是一个结果，准备时间变少，睡觉时间变晚，第二天能说的话变少，也都是结果。可是照这样说，人难受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该休息？只要先让自己舒服，就像在把麻烦交给以后。不是，休息不需要先证明自己足够努力，也不需要靠完成任务来换，那昨晚的问题到底在哪里？不在于你想休息。你看到那条消息以后已经很紧张，注意力也很乱。如果马上逼自己准备整场谈话，你未必真的做得下去。我那时确实连那条消息都读了好几遍，让我马上写完整的谈话内容，我可能只会坐在电脑前发呆。
所以先离开一会儿，让自己恢复一点，不一定是逃避。短暂的轻松，有时正是人重新行动以前需要的东西。可是我昨晚也说只离开5分钟，怎样才知道他是休息还是在回避？我会先看这段时间结束以后发生了什么，结束以后我有没有多一点力气回去，还是需要再找下一件事儿，继续回避原来的问题。那昨晚的答案很清楚，我看完一个视频以后，还是没能打开电脑。我只想用下一个视频，让自己继续不去想那条消息。而且你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。最初你还可以看视频、准备谈话、早点睡，后来你只剩下一个选择，就是继续往下刷。所以暂时舒服一点本身不是问题，真正要看的是这段放松结束以后，我能不能回到那件事上。那昨晚的你怎样才算真的回去了？我能停下来打开笔记，哪怕只写下明天最想问的一个问题，也算重新开始准备那场谈话。是的，如果视频仍然关不掉，你就还没有回到原来的事情上。判断不能只看这个行为听起来健不健康，你是说散步不一定比刷视频好？当然不一定。我自己就有一种看起来特别积极的拖延方式，什么方式？整理房间。有一次，我收到同事发来的修改意见，他说文章的开头还需要重写，被我看完以后很挫败，就决定先把桌面收拾干净。这听起来很合理。开始确实很合理，桌面乱的时候我很难集中注意力，可是桌面整理完，我又觉得抽屉也该整理，抽屉整理完，我去洗杯子，最后连冰箱里的东西都重新放了一遍。文章的开头呢？一个字也没改。第二天早上，房间非常整齐，那个需要重写的开头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至少你没有浪费时间，房间真的变干净了。对，这也正是它很容易被我解释成有用的原因。整理房间当然产生了一个真实的好结果，可是放在那个晚上，我也用整理房间代替了重写开头。所以，一个行为可以有好结果，同时仍然是在回避另一件事。可以，这不是要否定房间变干净的价值，只是不能拿这个结果证明我已经消化了重写文章带来的挫败感。如果你只整理10分钟，然后真的回去改开头呢？那它就可能是在帮助我。同样的，整理动作让我从忙乱中平静下来，再回去修改文章。行为没变，它在整个过程里的作用变了。这样说，刷视频也不一定就是坏办法。如果我看10分钟以后真的停下，它也可能是一段休息。对，不能因为一种做法看起来轻松，就说它一定是逃避；也不能因为另一种做法让人显得很勤快，就说它一定在解决问题。要看它前面是什么，后面又发生了什么。还要看你为什么这样做。你是在恢复一点行动能力，还是只想确保那种不舒服再也不会回来？对昨晚的我来说，我只是想让紧张别再回来。那你就会不断寻找下一件能让自己不那么紧张的事，因为只要停下来，紧张还可能回来。如果目标只是先稳一点，我就不需要等到完全不紧张才回去。没错，休息只要让我缓过来，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作用。它不需要替你完成明天的谈话准备。我们能不能把昨晚重新过一遍？我想知道那5分钟可以怎样变成真正有用的休息。可以，现在是傍晚6点12分。你刚看到那条明天谈一下的消息，你最先注意到什么？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猜最坏的情况，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准备，需要先离开一下。你想怎样离开？我还是可能会看一点轻松的内容。这件事本身不用改。可是你昨晚点开的是一个没有自然结尾的短视频页面，一个播完，下面马上又出现一个。这次你准备怎样确定这段休息什么时候结束？对我来说，可以不打开那个一直往下刷的页面，我选一段自己早就存好的节目，只有15分钟，播完就结束。可是节目结束以后，你还是可能不想碰那场谈话。怎样让自己不用从零开始？在看节目以前，我可以先把笔记打开，我写好标题，再留下3个空行。
节目结束以后，我只需要把那3行补上。第一行写今天的工作进展怎么样，第二行是我现在卡在哪里，第三行是明天最想向主管确认什么。这3行不能保证谈话顺利，但休息结束以后，他们能让你不必再从一个模糊的大任务开始。而且我不必先把紧张全部消除，只要节目结束以后能把3行补上，就已经和昨晚不一样了。如果节目结束了，你还是很紧张呢，我可能还会想再看一个。这个念头出现也很正常。重点不是从此每次都能按计划停下来，重点是节目已经结束，你会重新注意到那3行还空着。我可以先只写第一行，如果还是做不下去，我再明确决定要不要多休息一会儿。对，不要让下一个自动出现的视频替你做决定。哪怕你决定继续休息，也没有假装原来的事情已经消失。而且节目一结束，笔记已经摆在那里，我不用再花半天想接下来该做什么。对你也没有要求休息承担他做不到的工作，休息负责让你缓一缓。那3行笔记会提醒你，接着为明天的谈话做准备。可是如果我写完3行，心里还是紧张的，那能算处理好了吗？可以算是处理得更好。那3行的作用本来就不是让你完全不紧张，而是让你有准备的进入谈话。我以前总把不再紧张当成成功，只要还紧张，就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。可那条消息本来就有不确定的地方，在真正谈话以前，你不可能提前知道全部答案。留下一点紧张，并不说明你做错了。所以处理得更好，不等于心里的紧张已经完全消失。对，你承认自己需要休息，也让自己休息了一会儿。你知道谈话仍然要面对，也为他做了一点准备。确实紧张可能还在，但你没有再因此少睡，也没有失去说明困难的机会。那我看见2个晚上真正的区别了。第一个晚上，我为了不紧张，一直刷到很晚。第二个晚上，我可能仍然紧张，可是我能准备3行内容，然后去睡觉。哪一个晚上让第二天的你更能把话说清楚？当然是第二个。我可以在谈话里说明进度，提出问题，也可以承认自己暂时没有答案。第一个版本里，我只能临场反应。这就是我理解的真正恢复。它不一定让人马上舒服，也不等于以后再也不会紧张。它当然也可能让人慢慢舒服起来，只是不能只凭舒服就判断事情已经处理完成，还要看你能不能继续吃饭、睡觉，把话说清楚，回到原来的生活里。我可以把它说成一个更简单的问题。我让自己舒服以后，是更有力气继续面对原来的事情，还是只想继续找东西把它忘掉？这个问题很有用，不过也不必用它判断生活里的每一次享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你看电影、吃一顿喜欢的饭，只是在享受生活，当时根本没有一件明确的事情等着你回去。休息也不必每次都变成提高效率的工具。我们讨论的是，我明明知道有件重要的事儿还在，可是我反复用让自己舒服的事儿代替真正回去面对它。对，我们说的是那些你知道迟早还要面对的事情，而且不是每一种难受都有一件可以马上完成的任务。有些失去只能慢慢经历，那时能够正常吃饭和睡觉，也是在回到生活。愿意让信任的人陪着自己，也是在回到生活。所以，真正的恢复并不要求每个人马上行动，他是在问我现在的做法最后把我带到了哪里。那我今晚想先做一件具体的事，把今天没说清楚的困难写下来，明天再找主管补充说明。你不是在等自己完全不紧张，你是在准备把今天没说清楚的话补上。我可能还是有点不舒服，但我可以先把要补充的话写清楚，然后按时去睡觉。这样，你既让自己休息，也没有把问题继续推给明天。我想这就是我今晚需要的恢复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